他如何跟喜欢女生几乎没有讲到话之类的，然后我也就默默的听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克瑞，欢迎来到同志道合。今天我要揭露我的心碎意难忘小故事。先跟不懂的人说，意难忘就是指喜欢上异性恋男生的意思。所以故事时间开始咯。先声明，这是6、7年前的事了，所以我也不确定自己记的部分有多少是真的。这影片很私人，然后就是我希望本人上 YouTube 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不要生气，虽然说我是觉得他不太会看到啦。刚进高一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努力要隐藏我很娘这件事，讲起来很白痴，但就是觉得进了高中，然后是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所以可以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这样。但无论我多么努力，走路不要扭屁股，讲话手势不要那么多，我还是很娘，唉。于是还是成为班上男生私下嘲笑的对象。而这个时候，男主角好像打赌输了还怎样，跑来自己跟我聊天，就成了班上第一个主动跑来找我讲话的男生。我记得他跑来找我讲话的时候是健康教育课，之后我就会开始有意无意的去找他，跟他聊天，跟他鬼混。之后也不知道是气场够合还是怎样，我们就莫名变成很好的朋友。他就是又幽默又可爱，平常大喇喇的，但是某些时刻又会异常贴心。班上男生爱玩假装互亲对方的游戏，更是让我荷尔蒙乱冒。他有在跟我扫厕所的时候，突然间双眼直盯着我，然后越走越近，直到我能数出他睫毛有几根。但是我没亲，因为我们都太尴尬了，然后就笑出来。然后有一次数学课，因为数学老师说话不算话，说要给文字习，结果来了还是继续上课，还说如果想自习的同学可以去拿考试卷考，所以我就很不爽。然后那一次我就站起来上课，老师怎样叫我坐下来我都不愿意，然后我也不愿意去拿考卷，我就是站在那边，然后同学都叫我赶快坐下来，不要跟老师杠上啊什么的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自己站起来陪我一起站。那个时刻是真的让我开始喜欢上他，然后之后也是亲密到班上同学都会问我们说是不是私底下有什么，但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。至少他没有吧。那时候无名小站还很红，现在都不知道去哪了。然后他就会写一些只给我的文章，然后给我密码，然后也会写一些就是有锁起来文章，然后就只有他有密码这样。他就会写一些文章，讲说他家里怎么样啊，然后他如何跟喜欢女生几乎没有讲到话之类的。然后我也就默默的听，然后写文章回复他这样。但后来可能真的我把我的喜欢表现得太明显了吧，他也就有点发现了，他就开始渐渐的疏远我。我发现要去上体育课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找我一起去了，也不再找我一起去厕所，一起去合作社。我那时经历了很多，变得很低潮，然后甚至还假装自己喜欢女生之类的。其实就只是一些无谓挣扎，想要逃离喜欢他的牢笼而已。最后还是在无名小站上写了文章跟他告白，那想当然尔他就是拒绝我了，这样，啊，好感伤哦。虽然他那时说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，但是某些部分从他开始疏远我之后，就开始变质了，也让我很难去直视他，然后把他想成只是个朋友这样。之后大概花了3到4年的时间疗伤吧。真的是很长，我是喜欢上一个人，然后就会死心塌地很久的那种。之间有恨过他，之间有得过忧郁症，然后就会对自己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。然后那个时候又因为家里，然后因为自己是同志的身份，其实是过了很多年很糟糕的日子。但是我觉得他都不会知道。他都不会知道，他拒绝我那一天，我在楼梯间哭了多久。他也不会知道我之后多少个晚上，想要把自己就挂在那边，吊在我家的淋浴间。
直到1-2年前才真的淡忘他吧。其实我从喜欢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异性恋了，但是高中嘛，就是又笨又蠢又纯情，可以这样说吗？所以就这样陷进去了。所以这个影片重点是，孩子们，直男不值得啊，乖乖去找个同道中人吧。但其实真的，有时候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很难控制。但是不论怎么失恋，就是那不是他的问题，也不是你的问题，而就只是2个人之间没有办法而已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论说怎样失恋，都不要放弃，然后也不要放弃人生，不要去做傻事，就是多跟朋友谈，然后不要把自己关在那边。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敢跟任何人谈自己喜欢上异男这件事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要承认自己是同性恋，不敢跟家人说，然后不敢跟朋友说，然后那时候就只跟另外一个也是同志的朋友说，然后2个人常就是哭很惨，因为他也是很情绪化的人，我2个就一直哭。但是我很高兴，我之后就是走过来了，然后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喜欢过他，至少他教了我就是很多，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光，不能说在一起啊，就是跟他当朋友的时光，也是很开心的。讲到这边觉得好哀伤哦，但是谢谢你观看同志道合的影片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哦。我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主持人上来跟大家聊天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就给我一个赞吧。如果想要留言在底下回复些什么，也都可以回复哦。喜欢我的人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寻米克瑞找到我哦。那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